Hello， 大家好，这里是3万。今天呢，我们介绍一个科学界甚至是政治界的一个惊天大秘密。是的，还惊了天的大秘密，超级大的一个秘密。你快讲讲。你听我说啊，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UFO 的动力来源到底是什么？其实 UFO 的动力来源这么多年，其实我们早就已经知道了。早就已经知道了。对，只是因为政府因为某些原因，他不敢公开，或者说他不能公开。至于 UFO 的动力来源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要先搞清楚 UFO 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表现形式。或者说它的现象是什么呀 ？UFO 其实就是飞碟嘛。我们历史上所有的飞碟到底是怎么样？而且其实介绍 UFO 这个主题本身也是我们这一集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点。因为我发现 UFO 它网上其实有很多人介绍。对的。但是呢，大家都是这里介绍一点，那里介绍一点。这里今天发现了一个飞碟。之前有一个罗斯威尔事件。就是哪里都有，但是呢，它没有一个成体系的 UFO 介绍。就今天我没有让大家知道到底 UFO 是一个什么东西，从何而来或者什么。是的，对，从何而来是。从何而来呢？所以我就想说，今天我们第一，我们先介绍清楚到底什么是 UFO，或者是说 UFO 它历史上到底有哪些 UFO，是什么样子的，它们到底长得什么样，或者是它们的表现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我们再讲 UFO 的动力来源到底是什么。这个时候你才会知道为什么是这个。OK。其实从 UFO 历史上，它第一个有所谓的 UFO，就是在1947年的时候，有一个飞行员，他在日常飞行过程当中，他会发现前面有9个像碟子一样的不明飞行物在他前面，唰一下就飞过去了。哇塞，很快，超级快。然后呢，当时有很多记者去报道，然后他就拍下来了。他当时没有拍下来，但是他说他看到了，而且他当时有一个飞行的微型摄像头，有记录到那些黑影。然后他就有很多个还是一个？9个，很多个，有9个。哇塞！然后他就跟他当时的记者说，我看到了有9个碟子一样的东西从我身边飞过，所以这个就是最早飞碟的由来。因为他说是飞碟嘛。然后非常巧的就是这件事情之后的2周就发生了那个著名的罗斯威尔事件。罗斯威尔事件是的，是什么？罗斯威尔事件是一个当时美国非常著名的外星飞船坠落事件。坠落？是的，就已经落在美国。就落在罗斯威尔那个地方，所以叫罗斯威尔事件。然后他们有很多外星人残骸和外星飞船。我的天！他们真的是打捞回来。哇塞，那很厉害。是的，而且其中有一个据传其中有一个外星人是活着的。他们还通过了意识交流去了解了很多宇宙的秘密。真的？长什么样子啊？这个到时候我可以给你看看。可以。然后当时罗斯威尔事件曝光以后整个美国甚至是全球都沸腾了，就原来真的有外星人。是的呀，之前都不知道是吧？对，不过当时美国为了抚平民情他们是说我们只是发现了一个普通的气象气球。就没有对。而且他说我们是应该对这种不明飞行物的事情做一些针对性的调查。所以他们就开启了一个蓝皮书计划。蓝皮书计划就是美国当时非常著名调查外星人或者 UFO 的一个政府级的计划。那之前外星人都没有什么，都已经有这样的专家团队了。对，就是从罗斯威尔事件之后，他们发现原来全球有这么多这种不明飞行物事件。因为当时美国军方他们发现有在墨西哥或者是在其他的欧洲都有大量的不明飞行物事件。但是没有真实的去探测或者是。对，因为他们之前只是听说嘛，那这里有，那可能就觉得是民间的误传。但是呢，后来发现亲眼见到了，原来真的有大量的外星人来我们地球。然后这个蓝皮书计划其实最后一共经历了22年，在1969年的时候就结束了。他们一共调查了12618起，然后有701起事件是完全无法解释。哇塞，那真的很震惊。而且最好玩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最好玩是在1980年的时候，英国也发生了类似罗斯威尔事件的事情，而且那个事情是完完全全由英国政府披露了各种数据，是完全真实的一种事件。也是坠落吗？而不是坠落，是说在1980年12月26号、27号、28号连续3天，他们都看见了一个三角形的不明飞行物在他们的基地上方前面的森林，一直有一个东西忽明忽暗。他们就说：“这个东西怎么连续3天了呀？”就派一个中尉过去探查，他们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当时那个中尉去探查的时候，他其实也带了很多录音设备，但是当时摄像设备其实很差，但是他有完整的录音设备。
录音，对，录音设备后来也被解密了，里面的录音真的有点让人脊背发凉。真的？录音是这样的，你听了吗？我听了。你听了？是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听一听。是，如果不想听的话，我也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可以。当时这个中尉啊，他在探查这块区域的时候，他录音里面就说这个真的太不真实了。我们刚刚走过去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消失了。然后在这个东西下方，有一个三角形凹槽。然后他们事后还专门拿仪器来测量这里的辐射值，然后他们发现这里的辐射值比周围辐射值高了1倍，高了1倍啊！是的。然后这件事情虽然有很多真实的记录，包括有很多影像或者是录音，还有各种军方的数据，还有备忘录都有，但是英国政府表示呢，这个事情不影响我们国家安全，所以就不了了。我只能说英国人心比较大，就是不告诉我们是吗？他都告诉啊，都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是真的呀。但是他只是说不影响国家安全，爱咋咋地。那确实没有影响啊。其实有影响，你不觉得吗？如果哪天真的有大量 UFO 来了，那不就是安全大事件吗？那确实，对不对？然后这件事情之后啊，整个 UFO 界瞬间炸锅了。那肯定啊。就是从1990年之后开始，只要关于 UFO 的电影，只要一拍，就立刻大卖。然后就在这事情涨到顶峰的时候，在2004年的时候就发生一件非常大的事情。非常大的事情。是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 UFO 的飞行形式大概是什么，其实就是从这里开始。在2004年的11月份开始，当时美国有一艘航母，他们在进行日常的军事演习，他们发现在雷达上有连续2周有一组奇奇怪怪的数字。他们发现他们的雷达上每天有80到100个的物体从8万英尺一瞬间降到2万英尺，然后迅速又回升上去。这个其实不可能，就是在我们整个物理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事情。对呀，它好像在弹跳一样，像一个乒乓球一样，他们觉得这是雷达的错误，然后他们不断的通过换设备啊、换雷达呀，然后结果还是一样，结果发现连续2周都是一样的，不断的就有这种80到100个东西在他们上方疯狂的跳。很吓人了。那当时知道这个事情的雷达兵也肯定对雷达官其实也很疑惑，他们说我们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数据呢？对啊。然后就有一次试飞的时候，他们就找了他的飞行员，兄弟不好意思，你去看一下，看看那里到底是不是有问题。结果当时那个飞行员是真的飞过去了，在距离他60英里的一个水面上，他看到了有水波一样的波纹，他抬头一看，哎呀，上面好像有一个白色的圆柱体悬浮在那。然后当时那个飞行员他刚刚看到那个圆柱体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圆柱体从大概5万英尺的地方一下降到12000英尺。当时那个飞行员在2万英尺的地方，所以他从他的上方一下骤降到他的下方，这个速度大概0.8秒、0.78秒的时候就完成了。天哪！对，这个真的很夸张，你知道吗？当时他们的那个雷达官之后回来换算，它到底从上面移动到下面到底需要多大的压力？或者速度其实就等于压力嘛。它需要5880个 G。我天！一般飞行员只能承受9个 G 的重量，25个 G 的重量就能导致人死亡。那他这么厉害啊？是的，就是那外星人这么厉害的那为什么在探究我们？这个我后面要说一说。其实我们已经知道它是通过什么方式瞬移的了。瞬移，就类似瞬移，但其实不是瞬移。然后更诡异的是，这个飞行员当时他们其实是2架飞机一起飞的，他有一个副手。然后他们发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他们就想慢慢靠近它，看看它到底是什么。一般飞机飞行啊，它如果想要靠近一个东西，它是正向盘旋的。所以他们一开始往左边开始盘旋，不断螺旋往下，去靠近这个圆柱体。当他们发现他们往左边盘旋的时候，这个圆柱体也跟着他们往左边盘旋。然后他们想，我换一种，永远够的，永远是正面对着你，就不让你看到我背面。我不知道他的背面到底有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但好像在跟他们玩。然后他就觉得算了，我干脆直接俯冲下去吧。正怼着你脸，我来看看。然后呢？结果他直接往下冲的时候，距离这个东西大概只有1公里的时候，这个东西突然消失了。瞬移了。可以理解瞬移，你其实算是透支，它真的瞬移了。我后面就会告诉你瞬移到哪里了。然后他的雷达员和他的副手看到的都惊了，那肯定啊，就说这个东西怎么就不见了呢？我们要不先回来再看看当时的飞行数据吧。它到底是怎么消失的？对。但是飞行员的飞行任务不像我们打车一样，你说过来就回去了。他们会有某个集合点的。
只有经过这个集合点之后，你才能飞回来。所以他们决定一起飞到那个集合点之后，我们就回去。结果当他们快抵达集合点的时候，他的主题又出现了。对，他的雷达官告诉他，哎呦，我听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是的，雷达员就告诉他，长官，你不知道我看到了什么。他竟然在集合点等你。我的天哪！是，就真的很一下头皮发麻了。然后这个飞行员很夸张哎，然后后面呢？然后这个飞行员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手都在抖。我跟你我听的都。他在后来采访他也说，他应该不是巧合才会降落在我的集合点。对，他更像是他知道我要去哪里，他甚至可以通过某些方式能知道他们的集合点在哪里。因为集合点这个事情是飞行员在试飞之前临时定的。临时定的几个目标，所以能知道集合点的人只有他的雷达官和他的副手，也就是说只有3个人知道。但是他竟然可以精准的出现在他的集合点，就说明这是为什么呢？说明通讯技术应该比我们当时高很多。他瞬间就读到了飞机里面的任务路径，而且他们其实好像在玩，你不觉得吗？他们就是突然从上面下来，像小朋友一样子，你来找我就跑。对你往左站，我也往左站；你往右站，我也往右站。然后你要下来，我走了，然后发现我在你的集合点等你。天哪，就有点猫跟老鼠的游戏一样。有点像哦。是的。然后随着时间不断的发酵，在2007年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传到了一个美国国会议员的耳朵里面。但是呢，他本身不是为了专门去看有没有外星人或者是有没有 UFO， 因为很巧的是他刚好有好几个富豪朋友，他们总说你应该去看看天上那些家伙，因为在我们州几乎隔3差5的就有东西在飞。不是光你们军方有这个东西，我们天天都能看得见。真的假的？是真的很夸张。作为国家安全，你应该重视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是富人，我们是有钱人。但是我们的财产安全和国家安全应该很稳定才对。你怎么保证我们的财产呢？所以他就找国会偷偷立了个项，申请了2200万美金去创建了这个研究小组。是专门去研究这个 UFO 到底是什么。但他不出现了，怎么研究呢？其实不是他不出现，他其实一直在出现，只是没有人关注这个事情。直到2012年，他写差不多有38份报告。这个时候呢，预算用完了。然后呢？他就想，这个事情不能这样下去了。他得找国家议会继续去拨这个款，因为他觉得这38份报告非常有意义。他觉得他应该是可以申请到最高安全机密那种权限。哇塞！最后呢？最后国家没有给他批。为什么国家没有给他批啊？因为国家对外的名义是说这个事情并没有太大价值，并不影响国家安全。但是其实这个事情不影响国家安全，但是我们好像探究了真相或者是什么的呀。但是站在国家层面，它其实没有意义，对不对？那倒也是。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后来还有反转啊。在2017年的时候，这个人最后受不了了。他说，其实国家政府一直是在继续研究这个项目。对，只是没有把负责人交给他。为什么？因为国家认为这个事情应该是海军和 CIA 比较擅长去做这种情报机构才能做的事情，不应该是你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他就把他自己的这个项目关停了，然后拨了更多的预算给了国防部或者 CIA。然后呢，有什么结果吗？然后后来他突然无意之中发现，而且有黑客侵入了国防部，把这些数据全部都公布了。我的天啊！还专门发到了他的个人邮箱里。他发现原来你们在背着我偷偷干这种事情。气死了呀！是的，所以他就公布了所有的视频，上面就记录着大量的 UFO 事件。哇塞，那所有人都知道了。对，大家都知道了，而且在他里面的资料里面，海军几乎每天都在追着 UFO 赶。追着赶。然后呢？大量都是追着就消失了。但是从视频里面反馈说，基本上都是一些圆形的小球，里面有一些黑色的立方体。他们每天在看到的都是同一类东西。小球吗？对，就是你会发现 UFO 有3大类。一种就是2004年这种雪茄型桶状的。一种就是碟形或者是三角形的。另外一种就是球形。圆柱的。就另外最后一种就是球形的。就这几类。然后他们2017年军方他们发现的就是那种圆球形的。这很有可能就是不同文明或者是不同外星人他们宇宙飞行一起，因为按照我们目前已知人类知道的外星人其实有13种。
13种啊？对，有13种，每一种都不一样，每一种可能飞行器都不，或者说宇宙里面就这几种。只是我今天用的是 A 型号，另外一个他用的是 B 型号。但我们也不知道呀。但是我们一个型号都造不出来。那确实。然后这个事情呢，就算是 UFO 的鼎盛时期了。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因为他公布了大量的 UFO 照片、各种视频，所以直到2021年开始，国家就认为这个事情啊，不能让它再继续下去。而且这个视频很多确确实实是真实发生的。我们应该把它列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因为每天都在你的国家上空不断的飞，这要是哪天真的给你打下来怎么办？真太吓人了。是的，所以这件事情就在2021年到2022年，美国就把它列为了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之后啊，在2023年，美国甚至还举办了一个听证会，就是去找那帮亲身经历过不明飞行物的飞行员，来找他们说，你要证明你在上面真的是见到过不明飞行物的。然后里面就有我们刚才说的2024年的那个飞行员。2024吗？2004年见到那个飞行员。然后他甚至在这个听证会上说，我宣誓，如果我说的内容是假的，我不得好死。哇塞，这么陡的事，就非常顶了，已经属于是。那肯定是见到过。是的，而且他接下来的言论才让人真的非常震惊。他说，美国军方保留着非人类制造的飞船，而且有非人类的遗骸。也就是说，他其实侧面证明了1947年的罗斯威尔事件是真实的。对的。而且他们真的保留了大量的外星人的遗骸，就是驾驶员的遗骸。说明这件事情应该是真的。是的，就证据十足了。是的。然后这件事情之后，美国建立了专门的情报部门，去采集各种飞行员不是很方便说的那种事情，匿名的，对，匿名的信寄给他。这个事情后来也有公布说，一共处理了1600多个。然后这件事情在2026年2月份的时候，特朗普就宣布说，我们要公开更多的 UAP 的视频。哇塞，还有，它其实还有更多，而且是军方确认是 UAP 的视频。最后军方确实没有公布，但是特朗普点名哪批要公布，他把编号都说得特别清楚，也就是说他是看过的，但是他要让所有人都看，所以但是没有公布，但是没有公布。所以这件事情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看看特朗普会不会。但是特朗普最近应该没有那么多空了。然后说了这么多，我们大概也对 UFO 是什么和 UFO 的一些飞行模式已经有大概的了解了。对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 UFO 的动力能量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件事情要从1994年开始说起。1994年呢，有一个墨西哥人，他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他推导出了一个东西叫时空炮。时空炮？对，什么东西啊？就是时空的气泡。你如果想要穿过空间的话，我们可以不通过传统的速度从 A 点到 B 点，我们穿过去。它可以通过空间移动的形式，瞬移。可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算是一种瞬移。就是它是通过压缩前面的空间，然后膨胀后面的空间，它可以在空间之间移动。这么厉害？但是它不是通过我们整个平面世界移动，所以它这个理论就叫时空炮。从物理层面，其实这个事情是成立的。但是呢，其实在它的公式里面缺少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负密度的能量。什么叫负密度呢？就是跟我们整个宇宙完全相反的物质。那怎么弄来呢？但是不是反物质啊？是那种能够主动让宇宙膨胀的物质。这么厉害啊！我现在都已经是有这种东西啦。你不觉得这个东西有点熟悉吗？什么东西？我们上一期有说过暗能量。膨胀。对，其实就是暗能量。但是呢，我们目前没有找到暗能量到底是什么，只是检测到暗能量这个东西，但是同样的跟暗能量性质相同的东西，其实在1997年的时候有人造出来，在1997年的时候就有人造出来，这么厉害？是的，当时有一个荷兰的科学家，他也是无意中造出来的，他造出一个跟暗能量类型差不多的一种能量，也是那种负密度的能量。这种能量还能造出来？真的可以造，我们连反物质都能造出来。就是跟我们整个世界完全相反的物质。但在1997年的时候，这个科学家造出来这个东西是没人知道的。当时的通讯设备还是很落后的，大家都不知道1994年有一个人研究出来这个公式，然后1997年那个人并不知道他需要这个东西。就后面真的发现的，是的，真的发现的时候是2021年，有一个 NASA 前高管。他也是技术出身嘛，然后他在通读所有学界曾经历史的一些文献的时候，他发现，这两个人的东西好像对上了，他缺负能量，他有，结果是的，结果他是在2021年做出这样一个实验，
它通过了2个科学的成果，造出了空间气胞。然后也确实实现了我们所谓的瞬移或者是空间穿透，那很厉害了。是的，但是呢，它是纳米级的，非常小。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其实已经在复刻 UFO 那种动力能源。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已经完成了反重力的初始化研究。对的。如果在做升级。是的，如果哪天我们真的研究透了我们的暗能量，那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跟 UFO 的形式是一样。然后说到这里，我其实有一种更大胆的假说，暗能量本身可能就是其他高等文明或者其他外星文明的硬通货，也有可能。对，暗能量就是他们的能量。不像我们现在这个地球，我们现在地球大多是核能或者电能、风能，对他们来说，这些能量可能有点太原始。他们已经在采集暗能量，以暗能量作为核心，所以我们才会发现暗能量在不断的消失，可能就是他们在用。对不对？外星人在用，对，或者说外星文明，很多外星文明都在用，只有我们还没用上啊。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您的观看对我们真的很重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话，记得订阅哦，拜拜，拜拜。